大家好，欢迎收看电动情报站，这里为你带来全球最新、最全的特斯拉新闻、股市动态与新能源行业解析。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掌握特斯拉在自动驾驶 Robotaxi 电动车发展和股价变动的最新消息，那就记得给视频点个赞，订阅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节目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4条重量级的特斯拉新闻。分别是马斯克与瑞安航空 CEO 的互怼，真正争的不是 Starlink、Cybercab 为什么一定会慢，这反而是最重要的信号。Tesla 推出了 Model 3和 Model Y 的限时激励措施，当保险公司开始相信 FSD， 真正的拐点已经出现。第一部分，马斯克与瑞安航空 CEO 的互怼，真正争的不是 Starlink。最近，埃隆、马斯克和瑞安航空 CEO 迈克尔奥利里之间的公开争执再次引发了不小的关注。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为什么瑞安航空不在飞机上安装 Starlink 的争论。马斯克认为 Starlink 能为乘客提供快速、可靠、免费的机上 Wi-Fi， 而瑞安航空却迟迟没有采用，这在他看来是对乘客体验的忽视。但奥利里的回应非常直接，甚至带着一贯的嘲讽风格。他公开表示，Starlink 方面认为 90% 的乘客愿意为 Wi-Fi 付费，但瑞安航空的真实经验是不到 10% 的乘客愿意掏钱。而且在这次争执被媒体反复报道后，瑞安航空的航班预订量反而上涨了 2% 到 3%。这件事如果只当成嘴仗来看，其实意义不大。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是一次典型的技术理性和商业理性的正面冲突。Starlink 的逻辑是技术更先进，体验更好，用户愿意为体验付费。而瑞安航空的逻辑是极端低价加高周转率加极致成本控制才是公司存在的根本。对于一条平均飞行时间很短的欧洲廉价航线来说， Wi-Fi 并不是刚需。相反，任何新增设备都会带来安装、维护、重量、运营复杂度等一系列固定成本。从这个角度看，瑞安航空拒绝 Starlink并不是保守，而是一种极其清醒的商业选择。这件事也解释了一个重要现象，技术上更好的方案，在商业上并不一定是更对的方案。而这场争执最终最大的赢家反而是瑞安航空本身。免费的全球曝光，强化了品牌反精英科技叙事的性格，同时还顺手拉了一波订单。对 Tesla 和马斯克来说，这同样是一个现实提醒，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用同一套技术升级逻辑来改造。第二部分 Cybercab 为什么一定会慢，这反而是最重要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聊聊 Tesla 的 Cybercab。 马斯克最近再次谈到了 Cybercab 的生产节奏，并强调了一点，初期生产一定会非常缓慢，而且是典型的 S 型曲线。很多人一听到慢，第一反应就是担心。但如果你真正理解制造业，尤其是 Tesla 这种高度工程化的公司，你会发现慢恰恰是正确的开始。马斯克提到一个核心逻辑，生产加速的速度与新增零件和新增步骤的数量成反比。而 Cybercab 几乎一切都是新的。这不是一辆换壳 Model 3，而是一个为完全自动驾驶、完全无人运营设计的交通终端。它的设计目标非常极端，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只有2个座位和一块屏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不是在现有汽车体系上微调，而是在重建一个从结构、责任、法规、生产逻辑都完全不同的产品类别。从历史经验来看， Model 3曾经经历过生产地狱， Cybertruck 因为不锈钢和激进设计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但 Cybercab 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旦生产流程被彻底跑通，它的结构复杂度反而比传统汽车更低。马斯克此前提到的目标是每年200万辆，甚至最终达到400万辆。听起来夸张，但这正是 S 曲线后半段真正恐怖的地方。所以 Cybercab 早期慢不是坏消息，真正的风险不在于能不能造出来，而在于一旦造顺了，整个行业是否准备好面对这种速度。第三部分 Model 3、Model Y 的激励政策并不是降价。第3条新闻看起来最普通， Tesla 推出了 Model 3和 Model Y 的限时激励措施，包括免费内饰、免费车漆升级。
但如果你把这件事简单理解为促销，其实就低估了 Tesla。传统车企的促销逻辑很简单，销量下滑，经销商压库存，打折清车。而 Tesla 完全不同。首先 ，Tesla 是直营模式，没有经销商博弈，定价权、库存节奏、生产排期全部掌握在公司自己手里。这次激励措施的核心目的，并不是刺激价格敏感用户，而是精准调节库存结构和交付节奏。通过免费升级选装件，而不是直接降价， Tesla 做到了3件事：第一，避免官方指导价下调，保护品牌和二手车价格体系；第二，加快特定库存配置的流转，减少生产端的波动；第三，让消费者更容易选择理想配置，而不是被迫妥协。更重要的是，这些激励措施与 FSD 转移政策以及未来的订阅化策略是配合使用的。Tesla 不是在单点优化销量，而是在通过系统设计平滑整个季度的收入和交付曲线。这也是为什么 Tesla 的促销往往更像是一种财务与系统工程，而不是简单的价格战。第4部分，当保险公司开始相信 FSD， 真正的拐点已经出现。最后一条新闻，也是今天最关键的一条。数字保险公司 Lemonade 宣布，为启用 Tesla FSD 的车辆提供接近 50% 的保险费率折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很多人低估的信号。保险的本质是什么？不是补贴，也不是福利，而是风险定价。传统保险公司把 Tesla 当成一辆普通车，把 AI 当成和人类司机差不多的变量。但 Lemonade 的逻辑完全不同。他们通过 Tesla 的 API 直接获取车辆的真实驾驶数据，而不是依赖传统的 UBI 设备。FSD 的优势在保险模型中极其明显，360度感知，不会疲劳，反应时间远超人类。当保险公司发现启用 FSD 的车辆事故率显著更低，那么降价就不是营销，而是理性选择。这一步对 Robotaxi 的意义尤其重大，因为一旦保险成本被系统性压低，自动驾驶出行的运营模型才真正成立。从这个角度看，当保险公司开始相信算法，人类驾驶反而逐渐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4条重磅新闻。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价值，请务必点赞、订阅电动情报站，并打开小铃铛通知。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讨论。我是电动情报站，我们下期再见。